我一个玄学大佬，穿成娱乐圈黑红女星，公司安排我参加荒野求生，顶流小花抱团拉踩，把我关在野兽环伺的屋外。我安安静静地从外面上锁，掏出张符贴在门上。五雷轰顶，噼！下一秒，屋里传来阵阵惨叫。经纪人让我和流量小花一起参加荒野求生节目。拍摄当天，楚洛洛一身黑色冲锋衣帅气登场。节目组把我们安全送达后，收了4人身上所有的通信设备，很快驾车离开。也就是说，在海岛拍摄的7天时间，必须靠我们自己度过。第一个任务，我们要顺利到达河边，安营扎寨。楚洛洛装模作样地蹲下，指尖沾了点地上的泥土，放在嘴里尝了尝，又对着树林里的隐藏摄像头灿然一笑。是粘土哎，还很湿润，这附近肯定有水源。一时间，弹幕疯狂刷屏。洛洛好飒，老婆秒变老公，流口水，救命救命，好专业。他肯定是提前做过功课。推眼镜比请指这个营销咖好太多了吧，看见他就烦。流汗黄豆楼上的加10086，哭很明显，我就是他们口中那位看见就烦的营销咖。不过没办法，身为楚洛洛的对照组，公司不遗余力地给我制造黑话题，以此来衬托白脸小花的真善美。一通操作下来，我在娱乐圈里的名声臭了不说，楚洛洛还能收割几波路人粉。现在楚洛洛故技重施，转过头来问我，秦芷，你过来看看，我应该没说错吧？这话一出，他身旁的萧杰扑哧笑出声。你问他干嘛？什么都不懂，不给咱们拖后腿就不错了。他说的倒也没错，毕竟我在娱乐圈的人设一直都是没文化的花瓶。按网友的说法，就是秦芷美丽，但实在愚蠢。但是这事我还真懂，这确实是粘土，不过是墓里的土。3人立马收了笑。另一位男艺人许烈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楚洛洛，蹙眉道：“你开玩笑的吧？这儿怎么可能有墓？”我没多解释，弯腰在土里刨了一会儿，果真摸到一枚铜钱。前些天这里下暴雨，把底下的东西冲出来了不少。你要是不信，就自己找找，肯定能挖出来很多宝贝。楚洛洛依旧不信，却还是装作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。那就当是真的吧。直直好幽默呀，怕我们紧张，还特意编故事来烘托气氛。我毫不在意他在说什么，对着旁边的小鬼使了个眼色，对方马上兴冲冲地小跑上前，狠狠甩了他一耳光。啪的一声巨响，看起来就很疼。楚洛洛立马捂着脸痛呼出声，表情迷茫又惊讶。刚才有人打我。萧杰和许烈对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不会吧，这里只有我们4个人。没等他说完，我施然开口，拜托，我都说了这里有墓，你在人家墓碑上站了那么久，打你都是便宜你的了。闻言，楚洛洛哇的一声尖叫着跑开。萧杰拿着树枝拨开地上的落叶，猛地白了一张脸。真的是墓碑，他吓得双腿打颤，想到还在直播，才强撑着没有跪下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此刻的弹幕更是精彩，到底是不是剧本啊？感觉刚才萧杰都要吓尿了。就是咱这节目类型到底是求生还是灵异？好心疼洛洛，秦建仁什么时候死啊？以后要叫秦神婆喽。还墓碑呢，我看是他自己的碑。看着萧杰无比丰富的表情，我两手一摊，皮下最近换人了，不明显吗？几天前我还是另一个时空最具盛名的玄学大佬，结果渡劫失败，被最后一刀天雷劈死。再次睁眼就穿到了秦芷这个小倒霉蛋的身上。年轻漂亮还有钱，就是精神状态不怎么样。本该快快乐乐包养男人的年纪，他却在浴缸里割腕自尽。我掐指一算，这位看似清纯可人的楚洛洛正是元凶。小小年纪就会踩着别人上位，职场霸凌、言语辱骂、跟踪骚扰，这些事情他更是在原主身上做了个遍，直到把人逼得在24岁生日当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是楚洛洛未来的命格竟然丝毫不受影响，甚至还会在不久的将来摘下影后桂冠，成为圈里德艺双馨的前辈。不过无所谓，这是我穿来之前的结局。现在我会替原主复仇。楚洛洛想到刚才舔的那口土，扶着树大吐特土。萧杰和许烈2人，一个递水，一个拍背，还不忘轻声安抚，那一听就是他胡说的呀。什么墓碑，我看就是他提前踩点，自己放这儿的。萧杰更是义愤填膺，其实我刚才也没看清，不过你听他说那些奇奇怪怪的话，肯定是脑子不清醒。我呵呵一笑，事实摆在眼前都不认，舔狗舔到这地步，也真是没谁了。看着逐渐昏黄的天色，我忍不住开口提醒，吐得差不多就走吧，我们还要找河呢。楚洛洛背对着摄像机，恶狠狠地看我一眼，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开口道：这样吧，出发之前我们先分组，导演说分成2队来着。话音刚落，萧杰和许烈几乎是同时开口，我要和洛洛一队。哎呀，楚洛洛强压下嘴角的得意，语气颇为无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能让芷芷一个人吧？怎么不行了？萧杰刚才丢了面子，这会儿迫切想要找回来，立刻做出决定。节目组说分成2队，又没说一队必须是2个人，反正是自行分组。我看咱们仨刚刚好。许烈看起来倒是还有些犹豫。
分组这是说大不大，说小也绝对不小，尤其是野外生存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。节目后期还有2队物资比拼的环节，输和赢的待遇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队里少一个男人，跟输在起跑线上没什么区别。弹幕里更是2极分化严重，好喜欢明晃晃的偏爱 KSWL。楼上的你怎么什么都能磕，把一个女生扔在荒山野岭的岛上，不觉得过分了点吗？是真的很危险啊！前2期节目还有男嘉宾受伤去医院的，笑死，还跟绿茶共情上了。实在不行，你们去乐山呗，比起他们，我就显得坚定多了。看许烈摇摆不定，眉头紧得能夹死苍蝇，我连忙开口：得，你们仨一队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男人只会影响老娘拔剑的速度。我算出了河流的位置，幸好楚洛洛没故意找茬，没花多少时间，我们顺利赶到。河边有一栋小木屋，由前几期节目的嘉宾临时搭建，虽然简陋，但好歹能遮风挡雨。按往期节目不成文的规定，2队小组都能住进去。里面没床，只有4张拼起来的木板，随意铺在地上。简单收拾一下之后，我拿把小刀出去勘测地形，顺便找点吃的。萧杰吭哧吭哧的在林子里拾柴，看见我也只是冷哼一声。我丑话可说在前头，既然已经分好了组，咱们就是竞争关系，找不到物资的时候，可别指望我们帮你。我看了眼他手里稀罕的跟宝贝似的几个野果子，冷笑出声，同样的话也送给你，以后可别哭着来求我帮忙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表情认真到不能再认真。你脑子没病吧？我当没听见，手腕翻动，刀应声飞进草丛。顿时响起短促的呜咽声。萧杰满腹狐疑地走上前，一眼就看到地上横躺着只肥美的野兔，肚子上还插着那把瑞士刀。他脸色一下就变了。我捡起来，当着男人的面2秒剥皮。太久没抓过野味，手艺都生疏不少。萧杰眼都看直了，嘴唇动了动，半晌才掷地有声地怪叫了声草。我嘴角微勾。对啊，某些人今晚要吃草喽。此时直播间的观众纷纷露出和萧杰一样的震惊脸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导演快来告诉我，这是特效呀！你快说啊！严查祖上3代，我没开玩笑。支持楼上，老子剥虾都没这么快。只有我的关注点在他扔刀那一下吗？他都没往旁边看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看着萧杰惊愕的脸，淡定开口：哥们，人不行，别怪路不平。这座岛4面环海，最西边有山，是物资最丰富的地方，但是危险系数呈指数倍上升。毒虫和野兽之类的东西要比我们驻扎的平原地带多出来不少，地形也更为复杂。最关键的是，有很多阴魂在那里聚集。东边的海里有只妖，凶的不行，平时最喜欢藏在水里吓唬人，所以这2处地方平时没人敢去。以上这些信息全是墓里那个小鬼告诉我的。他叫周瑶，看着只有6、7岁的样子，其实已经在岛上待了好几百年，只是一直没和人说过话。他猛吸了口烤兔的肉香，满足道：刚才那男人摘的果子有毒，哎，今晚茅坑得遭大罪了。闻言，我正翻烤的手一僵，这儿还有茅坑？没有。周瑶摇头，所以你明天走路的时候可得注意脚下。我懂了。吃饱后，我妈撒着肚子回小屋，远远看过去，木门紧闭，我的包也被人扔在地上。屋里传来3人的嬉笑，听到我回来，立马回归安静。楚洛洛小声开口，生怕吓着我似的，指是你吗？我忍着翻白眼的冲动，冷笑道：不是我还能是谁？指望你妈漂洋过海游过来呢？楚洛洛瞬间安静如鸡。萧杰这小子又站出来给女神打抱不平，从门缝怒瞪着我：秦芷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洛洛关心你而已，真是好心没好报。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捞起背包带子，拍了拍包上面的土。你是指趁我不在把我东西丢出来？那你们的关心方式还挺独特呀。分明是你先吓到洛洛的。他眉头一皱，厉声道：这屋住4个人本来就挤，再说哪有2队住一起的道理？那我的床板呢？你怎么不一起扔出来？这可不行！萧杰脱口而出。床板洛洛还要用呢。楚洛洛端坐在一旁，满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，对上我的目光后，受惊般的缩了缩脖子。我就知道又是他的主意，这人还真是上赶着作死。总之你自己找地方睡吧。萧杰撂下这句话，转身就往回走，明摆着一副默哀老子的表情。夜幕深沉，林子里传出簌簌的响动，间杂着几声野兽的低吼。那好吧，我漫不经心地看过去，默默掏出2张符，一张加固木门，一张召唤天雷，全都贴上去，然后贴心叮嘱今晚会有局部雷雨，要小心哦。楚洛洛忍不住笑起来，不会的，我来之前看过天气预报，这几天都是晴天。没听他说完，我大步退到摄像机的盲区，静待几分钟后，双手捏诀，五雷轰顶，劈！下一秒电闪雷鸣，屋里传来阵阵惨叫。卧槽，怎么突然打雷了？不对劲吧，这雷怎么感觉全在我们头顶？快开门，往外跑啊！妈的，根本拉不开。萧杰，你刚才怎么锁的门？
你们到底行不行啊？我头发都焦了。屋子里忽明忽暗，热闹得像在开 party。我靠在树上看热闹，不过半分钟，木屋轰然坍塌。即便这样，大门还是屹立不倒。不过上面的符已经烧成了几缕飞烟，没留下任何痕迹。三个人脸上黑一块子一块，头发像被火燎过一样，完全看不出明星精心打理过的痕迹。楚洛洛本来被2个男人伸手护着，眼看墙都倒了，一把推开他们，捂着脑袋跑出来。萧杰和许烈愣住，对视过后才大步冲出来，只是脸色都不太好看。他们逃出雷区，这才抬头往上看，异口同声地骂了句：“卧槽，这他妈也太局部了吧！”直播弹幕此时分外热闹，请指着嘴开过光吧，天气预报上分明显示晴天。纯路人，这一个片段好解气啊！史上最快现世报，这下好了，大家都没得住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大晚上把女生赶出去，萧杰人品有大问题。少扯，萧哥，这是他们仨一致决定的。再说他又没说错。我歪个楼，这雷劈的好有人情味，他们看起来没受什么伤啊，这是肯定的。我亲手画的符，自然清楚有多大的威力。本来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们，要真劈出个好歹，节目暂停录制不说，肯定还会损我不少功德，那才真是亏大发了。天上的惊雷慢慢消失，楚洛洛捂着胸口，恰到好处地露出手背上那道不经意的擦伤。在圈子里混这么多年，他自然不会放过任何炒热度的机会，当即捂着伤口嘶了一声。萧杰立马捧起他的手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疼不疼？他委屈巴巴地把头凑过去，有点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过2天就好了。萧杰最近发展势头正猛，新剧小爆了一把之后，人气上涨速度快到让人啧舌，而且看他护犊子的样，8成是对楚洛洛有意思。这样的优质资源不用白不用。楚洛洛摆出最惹人怜爱的表情，但是他忘了自己刚经历过天降暴雷，沾了满脸的灰不说，妆也花了大半。现在的形象跟美丽动人4个字实在沾不上一点关系，反倒有点像如花。果不其然，萧杰有片刻的呆怔，接着轻飘飘地松开了他的手。那就好，等天亮了，我在林子里找些草药给你包扎一下。楚洛洛笑嘻嘻地应下，好，那就先谢谢哥哥了。声音夹得我直起鸡皮疙瘩。眼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我这才慢悠悠走出来，看着那片废墟，故作惊讶，大晚上拆迁呢，怎么搞成这副样子了？楚洛洛不情不愿地看我一眼，立马冲上来拽住我的手臂，说：“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前脚说有局部雷暴，后脚我们房子就被劈了。”他手上用了十足的劲，恨不得把指甲嵌进我肉里。我用力挣开，两手一摊。你非要这么想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楚洛洛竟也没生气，眼睛滴溜溜转了2圈，反而又拉过我的手，满脸真诚地劝道：“芝芝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还在养小鬼？这东西害人害己，不能继续用的。”我弹幕，这真的是能说的吗？救命！这一期节目信息量过大，是我记错了吗？之前新闻说的是楚洛洛养脏东西吧？我印象里也是楚洛洛，所以这几年一直对他没什么好感。一个烫知识，公司早就辟谣过了，养小鬼的是秦芷，因为这件事他还被雪藏了半年。我啧啧称奇，屎盆子扣一次不够，竟然还想有第2次。养小鬼的分明是楚洛洛，他从出道的时候就心思不正，想快点往上爬，又不愿意吃苦，于是找了位外国高僧收小鬼，只要钱到位，高僧什么要求都能满足，但有一点，交易的时候必须本人亲自到场。那天楚洛洛让原主陪他一起去，结果双双被拍。事情被爆出来的时候，楚洛洛已经养了半年的小鬼，他也借此成功挤进流量小花的行列。事发之后，公司看反响剧烈，直接把祸水引到原主头上，又想方设法的把小鬼请走，这才没对楚洛洛造成什么影响。我穿来的时间不长，但也知道这种邪术在哪都上不得台面，要是今天不能好好解决，原主又会受到牵连。想到这儿，我勾起楚洛洛的下巴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他瞳孔轻微放大。你要不要好好想想，养小鬼的到底是谁？楚洛洛面露讥笑，看了眼直播摄像头。你真的想让我在这儿说吗？不远不近的距离，保证每句话都能录得清清楚楚。他在暗示，只要他随便说点什么，都能让我身败名裂。但是姐们无所畏惧。我哼笑，你只管说。楚洛洛张嘴，当然是我了，那可是花了好几十万从泰国请来的，你一个住廉价出租房的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这段话一说出口，萧杰和许烈震惊到嘴里能塞俩鸡蛋，他俩默契地站在一旁，全然一副吃瓜中勿扰的表情，无视掉楚洛洛疑惑中带着愤怒的目光。我继续问，那为什么公司帮你辟谣，又把这破事推我头上？他咬紧牙关，不愿意再多说一个字。
可是土真咒的效果还在，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再次开口，声音嘹亮道：“因为我是公司一姐，出了事肯定要保我。你跟我同期出道，一没背景，二没人脉，哪还能找得到比你更合适的背锅侠？再说了，那次我们一起被拍，养小鬼的只能是我俩其中一个。”话说到这儿戛然而止，楚洛洛的瞳孔恢复到正常状态。土真咒的时间到了，不过他透露出来的那些信息完全够用。楚洛洛脸色丰富的像调色盘，嘴突然受自己控制了，他倒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揽着我的肩膀，对着镜头挤出一抹分外僵硬的笑。哈哈，我们两个刚才演得很像吧？大家可不要误会哦，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了，怎么会有人养小鬼呢？观众朋友们，借此机会，我想提醒各位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，相信科学，不要搞封建迷信哦。我淡笑不语。小丫头片子还有2副面孔呢，怪不得能当影后。直播间观众经历了一把大起大落，说话也不客气多了。牛，刚准备报警，结果你说这是在演戏。乐乐说的对，封建迷信不可有，党的光辉照我行。也就偏偏脑残粉那段一看就不是开玩笑啊！如果那些话是真的，那秦直也太惨了吧！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他表情真的好诡异。乐迷们不用多说，开个玩笑都能上纲上线，咱姐使火罢了，气死酸鸡，酸鸡气没气死我不知道，但是楚洛洛肯定是要被气死了。他拿着手电大步往前走，连背包都没有让2个苦力帮忙拿。肖杰和许烈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，一句暖场子的话都没说。我走在最后，周瑶小跑着跟上我，亦步亦趋。没地方睡的话，可以先去我那里的吗？他说话的时候仰头看人，眼睛圆圆的像2颗葡萄，几百年的婴儿肥挂在腮边，很难让人不喜欢。我低头看了眼他肉嘟嘟的脸，残忍拒绝：“你就死心吧，我是不可能去你墓里睡觉的。”哦，他撅着嘴，不是很高兴的样子，又很快打起精神。没关系啊，我还知道一处地方呢，夜色浓重到像是被打翻的墨汁。一丛丛半人高的野草里露出几双绿油油的兽瞳，似乎下一秒就会扑上来给我们致命一击。奈何那仨蠢蛋走路不抬头，谁都没注意到。我手里刚捏了道诀，就见他们逃也似的撒丫子狂奔。哟，竟然都是些已经开了灵智的动物。我看了眼一部3回头的小鬼，并不觉得奇怪。这座岛上很少有人类活动，灵气保存完好，再加上地形奇特，四面海域的灵气隐隐往这里聚集，双重保障，简直就是现代世界的洞天福地。决定了，今晚不睡觉，我要苦练20遍功法。正当我准备偷偷内卷时，周瑶突然扯了扯我的袖子，我猛地清醒，这才发现楚洛洛已经带队找到了一处石洞，洞里空间不大，单看楚洛洛还好，萧杰和许烈根本伸不开腿，只能委屈巴巴地蜷着，稍不注意就会压到，看着就感觉很可怜，但是关我屁事。楚洛洛看我半晌没动，生怕我赖上他们。你是想和我们一起住吗？他笑得眉眼弯弯，我却多少听出来点咬牙切齿的意思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只要我敢点头，后半夜他就敢把我掐死。我连连摆手，不用这么急，怎么住啊？而且我们是2队，哪有住一块的道理？萧杰，他意味不明地看我一眼，我毫不客气地回瞪过去，然后当着众人的面，一脚踢开对面不甚起眼的碎石堆。又是一处石洞，洞口很小，但是里面的空间可比他们的大了几倍不止。迎着他们羡慕的目光，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。小鬼今晚立大功，谁的脸更黑了？我不说，我练了1晚的功法，另外3人跑了1晚的厕所，直到天色微明，洞外还时不时响起窸窸窣窣的脚步声，虚得像鬼。出去一看，正巧对上许烈那张惨白的脸，我草率了，还不如鬼。他咧开嘴角，艰难微笑：“秦之姐，早啊！”我点点头，视线却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他疯狂打战的2条腿上。身后，周瑶揉着眼睛飘出来，猛地看见这种惊悚场面，一个猛子挂我身上。鬼，这是什么时候来的新鬼？片刻后又自行滑下来，满脸黑线。那野果可真够毒的。许烈强装没事，甚至想跟我唠几分钟的家常。我生怕他撑不住，再腿软给我磕几个，连忙找借口离开。这档节目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，主线任务活着，支线任务活着的同时尽最大可能的搜集物资。于是我和周瑶来到了海边。几分钟后，我俩看着赤身裸体躺在礁石上的男人，双双沉默。小鬼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跳起来捂我的眼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”被我一把拍开。看他浑身散发着若隐若现的金光，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。这就是你说的泥鳅精？小鬼的表情从容中透着几分尴尬。怎么不是呢？这当然不是。
这分明是跟我一样，就差临门一脚就能飞升成神的娇。说话间，那位晒太阳的裸男突然扭头看过来，瞳孔地震的同时，两手一上一下挡住重点部位，尖叫声划破天际，哪来的女流氓啊！卧槽！你他妈带着孩子还偷看男人洗澡！说罢，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老子不干净了，死了算了，我和周瑶面面相觑。这就是你说的凶神恶煞？他哈哈笑了2声，自己都觉得尴尬。传言吗？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我捂着脑门叹气，本来想抓只妖怪来练练手，现在看来拉脱水了的萧杰都比他的怨气要重，只能放弃这个念头。我看眼头顶的太阳，意识到不能白来一趟，站在岸边跺了跺脚出来，随即不远处的水面上咕嘟嘟浮出一串泡泡。我看有戏，立马又说我想吃鱼。话音刚落，一张俊脸迅速从水里窜出来。我又不是那许愿池里的王八，你对着我说什么？他已经穿好了衣服，抱着手臂一步步走到岸上。离近了才发现，这家伙长得还挺好看，眼睛是淡淡的棕，鼻高耳挺，肤色极白，也可能是在水里泡胀了的原因。他舔了舔锋利的虎牙，狭长的丹凤眼里闪过一丝狡黠。你想吃鱼，可我更想吃你啊！你打我干嘛？没等他说完，我一拳捶在他脸上。小小年纪，你竟然敢说这种虎狼之词！我抓住他湿滑的头发，狠狠往后一带，又亮了亮拳头。我说我要吃鱼，立刻，马上。5分钟后，他顶着一脑袋的包，哭得抽抽搭搭，也不忘奋力赶工，控制着一个浪头拍过来，岸边立马多出10几条扑棱着尾巴的活鱼。我满意的搭起烤架，感慨这才是真正的物尽其用。周瑶看过我刚才动手打架的英姿，缩着脖子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岸边只回荡着我的声音。哎，我说赶海的那个能不能别那么轴啊？再给我来点虾。突然被 Q 的某人再说一次，老子姓沈明周，是这4海之内最大的妖。他眯了眯眼，力气毕现。下一秒，又一个浪头盖过来的全是虾，还有几只比我脸都大的螃蟹。不错，还挺听话。直播间观众纷纷流下羡慕的泪水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这种场面跟海鲜自动排着队上岸没什么区别。导演出来解释一下，这合理吗？问过我爸了，他说这是科幻片。请旨，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节目组估计都看傻了吧？荒岛求生直接变海岛度假。温馨提示，想看荒野求生的可以去洛洛直播间哦。那仨人饿得眼都绿了，刚从那边过来，全程尿点，给1分不能再多。不用切直播间了，哈哈，他们已经来了。我随便选了一些，把烤架堆满，扭头就看见那3个不速之客，离远了看跟游魂似的，眼下乌青，脚步虚浮，让人有种想开坛做法的冲动。他们在树林里挖了不少野菜，想着实在难以下咽，这才到海边碰碰运气。谁知道刚来就看见岸边铺满了海鲜。萧杰满脸疑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秦止在这搞自助餐呢？话音刚落，立马换来楚洛洛的一枚白眼。你也太高看他了，这肯定是涨潮的时候冲上来的呀。要是咱们来早点，还有他什么事？许烈蹙着眉头，一言不发。身后，沈周跨坐在礁石上，朝着他们几人抬了抬下巴。你朋友？我平静地收回目光。不是。那这些东西，我毫不犹豫道，都冲回去，连根海草都别给他们留。沈周是实干派，干活嘎嘎猛，且效率极高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高高的一道海浪拍上来，岸上那些鱼虾瞬间被卷入汪洋，连留给他们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楚洛洛脸上的表情已经不能用精彩来形容，满地的海鲜，一眨眼，啪，没了，全没了。我在一旁刮着鱼鳞哼着歌，就当是一场梦，醒了很久，还是很感动。闭嘴！楚洛洛眼角甚至都挂上眼泪，怒气冲冲地站到我面前。这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一把拍开他指着我鼻子的手，你当我是什么呀？海的女儿。不远处，沈周冲我龇了龇牙，威胁的意味再明显不过。楚洛洛不说话，一个劲地盯着我烤架上的鱼看，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下来，肚子还咕噜咕噜叫了几声。好家伙，哥这给我演双簧呢！我拿起一只开好背的虾，丢到火上翻烤。想吃吗？他点头如捣蒜。那你不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？楚洛洛深吸一口气，指昨天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跟你道歉。你肯定也不忍心看我们挨饿吧？就分我们几条鱼，好不好？我这才满意，笑着摇头。不好，楚洛洛。不过道歉我就接受了。他攥紧了拳头，眼里冒火。你耍我？我耸了耸肩膀，这怎么能叫耍呢？你本来就欠我一个道歉。至于食物，我不欠你的，我也不想给。再说了，萧杰昨天可是和我说好的，咱们是竞争关系，不能帮忙。楚洛洛无言以对，毕竟这句话还是他教萧杰说的。切，你不给就算了，他故作潇洒，大不了我们自己找。弹幕，这女的也太败好感了吧？她有这么多物资，就不应该拒绝帮忙。
楼上的不妨用脚趾头想想哈，如果今天位置互换的话，楚洛洛会不会帮秦芷的忙？别老站着说话不疼。还有人不知道吗？楚姐上学的时候是小太妹，这种人别说帮忙了，不反踩人家一脚就好。楚姐粉丝惯会装瞎，看到这句话直接跳过。秦芷一直这么刚吗？我还以为她是娱乐圈知名包子，最好拿捏的那种。盲猜她就是想趁这个节目炒一波热度，然后换人设。楚洛洛果真带着萧杰和许烈在岸边赶海，他们撒裤腿堆到膝盖，高高撅起屁股的样子更像在插秧。沈周抱着手臂看了好一阵，舌尖抵了抵腮帮子，模样看起来又帅又坏，问出的话却让人觉得惊心动魄。他说：“我真不能把他们拉水里玩会儿，我头都没抬，不能。”别想，楚洛洛也不算全无收获，好歹还捡了一堆海螺，正好能给野菜汤提提鲜。他估计是怕两队的伙食差距过于明显，捡完东西后灰溜溜地消失在镜头前。后续几天，楚洛洛都没怎么往我跟前凑，我乐得清闲，吃饱喝足之后就去练功法，期间无事发生。又一天清晨，我出门时刚好跟萧杰四目相对，他正伸懒腰，在我的注视下一点点把上卷的衣摆拉下来。他不耐烦地吸了口气：“你看什么呢？”我目光如炬，忽略他语气里那些小小的自恋，坦然道：“看你面相不对，要倒大霉了。”萧杰张了张嘴，想骂，又不知道骂什么好，半天只憋出一句：“咒我是吧？老娘平时给别人看相都是暗自收费的，今天白白送他一卦，不感谢我就算了，竟然还要被质疑，我哪能受得了这种委屈？”当即拉下脸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说完这话，我起身就走，半路又偷偷溜回去。萧杰的印堂实在黑得古怪，我要是不看着点，他自己偷偷嘎了都有可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楚洛洛小分队开始行动，他们不知道我还在，大声商量着今天去哪找物资。楚洛洛积极提议，吃这么多天的野菜，把我嘴都吃苦了，不然我们就去山上转转，说不定还能吃上顿好的呢。萧杰和许烈两人沉默几秒，商量道：“会不会太危险了？上期节目的男嘉宾就是在山上受伤的。”楚洛洛不依不饶，但是那位前辈是晚上走山路踩空才受伤的，我们白天去，小心一点就好。他看出两人脸上的纠结，把心一横：“算了，你们要是不愿意陪我的话，我就自己去。”我就不信了，小芷一个人就能做好的事情，我肯定也行。我眉头一抽，怎么说呢？这孩子不仅犟的时候像头驴，现在这副脑干缺失的样子更像。萧杰一向看不得楚洛洛难过，当即心疼地答应下来：“你跟他比什么呀？你想去咱们就去，我们两个大男人还保护不了你了，真是王八蛋走读，憋不住笑了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怪不得今天你印堂最黑，原来是拿命舔呢。”上山的路走走停停，花了1个多小时。我不远不近地跟在他们身后，好好体验了把跟踪的感觉。山里的物资确实很多，楚洛洛做了个不鸟小机关，没一会儿就抓了几只肥嘟嘟的麻雀。他对着镜头笑得开心，看我们没来错吧？弹幕又见夸夸党，洛洛动手能力超强，这样的女演员上哪找？女儿今天不用吃野菜了，开心。就是，前2天可心疼死我了，宝子肯定又要瘦好多，其中还掺杂一些不一样的言论，粉丝别出来尬吹了，这个东西我家楼下4岁的小孩都会做。你姐一天通告费200万，我看你还是先心疼一下自己吧。一路前行，慢慢走到半山腰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四周起了浓重的大雾。萧杰方向感很强，最先意识到不对，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来过了？许烈胆子小一些，一听这话直打哆嗦。不可能吧？我们刚才都没有拐弯，一直走的直线。楚洛洛还在庆幸自己早有准备，他从包里抽出小刀，我们这样在树上做标记。他说着，在手边的树上划了道大大的叉。继续往前走吧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我不做任何评价，靠在树上闭目养神。5分钟后，3人返回原地，看着树上的叉号，表情严肃。鬼，是不是鬼打墙了？我忍不住想要鼓掌。天菩萨嘞，你们可算反应过来了。许烈才20岁出头，选秀节目出道的小伙子，平时不是在练习室练舞，就是在录音室唱歌，哪见过这种场面？他吓得来回踱步，边走边嚎：“这可怎么办啊？呜呜！我年纪轻轻还不想死啊！呜呜呜！”萧杰被他吵得心烦，转头又看见楚洛洛木着一张脸，心事重重。这样吧，许烈在原地等着，我和洛洛四处走走，看有没有别的路。许烈哭丧着脸，点头答应。我抬眼看了看，那些阴魂全都围在他们身边，或者说围在楚洛洛身边，竟是寸步不离地跟了上去。我顿时猜到这是怎么回事，刚抬脚就听到许烈低低地叫了声：“秦芷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萧杰和许烈好歹是2个大男人，身上阳气重，按理说跟着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但是楚洛洛不一样，他养过小鬼，本身就更容易吸引邪祟。又走出几百米的距离，雾气浓到看不清前方身后。
楚洛洛声音有些颤抖，我不想走了，咱们回去吧，感觉这里怪怪的。萧杰也发现这种情况不适合走动，刚点了下头，就见楚洛洛一脸惊恐地看向他身后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推了出去。弹幕：卧槽，这破地方还挺邪呀，看得我直打冷战。什么情况？楚洛洛怎么突然把我家哥哥给推倒了？贱不贱啊？曹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个一闪而过的鬼影吗？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妈的，好恐怖！超话里已经有人发了，这要不是阿飘，我倒立洗头。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楚洛洛看到阿飘之后，把萧杰推出去挡枪？别太荒谬，萧杰好好的，还能站起来呢。许烈不愿意去找人，也不愿意让我去。他说：“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，咱就别乱跑了成吗？”他俩绝对不会有事的，语气认真到让我插不进话。然后就见他一脸兴奋地指着远处：“你看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”我下意识捏紧了符箓，好重的阴气。不假思索地走过去，只见萧杰脸色惨白，双眼发直，口中时不时说着什么，额上还全是冷汗，一看就是中邪了。楚洛洛不以为意，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看见我也只是觉得晦气。秦止，你来干嘛？我瞪他一眼，当然是来救你们的狗命。动作熟练地摸出一张符，我对许烈说，让他坐下，别乱动。许烈不懂，但大受震撼，他将萧杰放倒，几乎是同时察觉出不对。他身上好凉啊，关节好像都僵了。我了然地点点头，咬破指尖，在空白符纸上画出一道嫣红的图案，贴在他脑门上，然后开始低声念咒。弹幕：秦止是行家呀，这手法看着忒专业。我就说萧杰刚才看着怪怪的，竟然是中邪了吗？水军都买到这儿了，多少钱一条？有钱一起赚啊！随着网友各执一词的争论，萧杰颤抖得越发剧烈。下一秒，一缕细长的黑雾从他眉间探出，小蛇一样摇头晃脑的左右看了看，被我一把掐住根部，缓缓抽出，接着狠狠一捏，在手心化成齑粉。许烈吞了口不存在的唾沫，卧槽！弹幕数量瞬间暴涨，特效吗？电影票在哪补？不花钱看着不踏实。同感，我这种凡夫俗子怎么配看到仙女抓鬼？直姐，你早说自己有这本事啊！那顶流不轻轻松松就是你的，活了20多年，今天开眼了。大家别老夸直姐呀，顺道骂骂楚洛洛，这女的也太心机了。说着说着，只听啪的一声，楚洛洛两眼一黑，竟然直直晕了过去。许烈抓乱了头发，大惊失色，他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他妈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能被你啪一下拿出来，又啪一下捏散了？萧杰，萧杰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还不醒？我他妈一个人好害怕呀！我皱眉，安静点。许烈哆嗦了下，面色复杂的捂住嘴，乖乖点头。萧杰昏睡了好长时间，直到节目组来人，他才悠悠转醒。2位嘉宾被送进医院，节目只好暂停录制。离开前，我往山里撒了一堆符。节目组提醒，不要乱丢垃圾。下一秒，火光燃起半米高，把那些作恶的阴魂烧了个干净。每殃及半点草木。镜头前的众人虽然不知道在干嘛，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前面的这是在净化。决定了，黑转粉，以后直姐就是我最爱的女明星。萧杰的检查结果一切都好，没出现任何异常情况，真是多亏了我。楚洛洛受到过度惊吓，又被通知有些营养不良。他醒来的时候，电视上正好播放着我们那档综艺的新闻。经此一战，我原本人人喊打的名声竟然奇迹般的好转很多，甚至连咖位都涨不少。楚洛洛默不作声地瞥我一眼，随即发现网上几乎全是一边倒的评论。他看了眼门外空空荡荡的走廊，忍不住冷笑：“你不会是想要靠这个节目翻红吧？”楚洛洛拽着我的胳膊，恶狠狠地拉开衣袖，露出手臂上几道狰狞的长疤。秦止，你别忘了全网黑有多可怕，我能让你自杀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他算准了，现在没人会来，所以丝毫不避讳，甚至把一些陈年往事都给抖了出来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请媒体抹黑你花了多少钱，还得把你的家庭地址不小心泄露给黑粉？怎么样？那些死老鼠和花圈快递都挺对你胃口的吧？还有，这档节目我是故意让你落单的，毕竟荒郊野岭的，出现点受伤毁容之类的事再正常不过。没想到你运气还挺好，不过没关系，你这辈子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这番话一说完，我脸上的笑容越发明媚，倒让楚洛洛有些搞不清楚状况。你笑什么？我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，反手从窗台的滤纸后面拿出一台小型摄像机。刚才忘了提醒你，节目一直都在录制，直播间弹幕空前沸腾。楚洛洛肯定没想到有这回事吧？粉转黑了，楚洛豪走不送。有谁还记得秦止被传自杀的那几天？他还发微博内涵，说什么见人就是矫情。楚洛3年老粉不请自来，恶心透了。这种人就该退圈。哎，只有我在真情实感的心疼秦止吗？还有我，植宝才是最棒的。妈的，我欠秦止一个道歉。
节目最后一期，楚洛洛的名声彻底臭了。那段自曝视频被营销号和大 V 疯狂转发，再加上楚洛洛的大粉脱粉回踩，他的事业一落千丈。紧接着，有众多从龙套角色一步步爬起来的演艺界前辈公开站队，怒斥这种行径。这件丑闻的话题度也被炒到顶峰。公司高层决定不再收拾楚洛洛的烂摊子，草草发了一纸解约声明，从此娱乐圈查无此人。他不仅要面对全网谩骂，还要面临一笔笔巨额赔款。最后一次在媒体面前露面，他早已经变得精神恍惚。肖杰出院后，节目组安排我们3人故地重游。我站在豪华游轮上，感慨万千。肖杰和许烈互相推搡着走过来，不自在地轻咳了声。那什么，我还没正式感谢你呢。还有之前的事，真是很抱歉。两人想起之前干过的蠢事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。他们参加节目是为了流量，当时铁了心和楚洛洛一对也是为了流量，结果世事无常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不仅到手的代言丢了，粉丝量更是掉得厉害，在退圈的边缘疯狂试探。现在来道歉，不知道是垂死挣扎，还是真心悔过。不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热心网友每天都在帮我骂他们，嘴很毒，我很喜欢。脚下，沈周半个身子泡在海里，目光在我们身上打了个转，夹着嗓子阴阳怪气。真是抱歉，我一个石子丢到他脑袋上。游轮靠岸，周瑶欢欢喜喜地跑过来。自从节目热度上升以后，我说这里有墓的片段也受到了一大波关注，前前后后来了几批专家做实地调研，结果还真给他们挖到不少好东西。被偷了家的周瑶表示很高兴，拉着沈周好一通炫耀。白胡子爷爷说要把我吃饭用的勺子送去博物馆，沈周羡慕，但还是嘴硬嘟囔了句：“他叫你爷爷还差不多吧。”然后这只四海之内最强的妖凑过来，看到我刚发的那条退圈声明，山高水长，有缘再会。原主这个小倒霉蛋已经不留遗憾了，接下来我才要开启我自己的人生。